师傅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没见过。这个是金糕，金糕，陕西叫金糕。金糕啊，这在咱们西安这个地方呀，真正有文字记载。啊，文字记载的话，就有最少在1500多年以上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总。现在天没亮，我们在西安退房去拍一个西安的特色晋糕。西安这边啊，你看啊，天亮的确实比我们江苏要晚一点，现在是5点12。西安人的夜生活啊，太带劲了啊！这个是昨天晚上喝到现在，估计就是这个师傅啊，杨记晋糕。等了半天，终于出摊了。师傅在整理摊位啊。我们到西安的第一顿早餐不是泡馍，就这个晋糕。来看看到底什么叫晋糕啊？哦，这是荷叶啊。老蒸糕，这一锅下来有个300斤左右。这一锅300斤啊？啊，这个大锅嘛，昨天还加个全吃了，看迎14用的嘛。哦，这个红枣的香味啊，所以就是晋糕。这个荷叶就代表那个传统美食的那种代表，知道？哦，荷叶也起香是吧？哎，对，在过去没有塑料袋以前，咱们就老祖先保持。这个字不叫蒸吗？蒸吗？啊。我写成这个字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。哦。赠啊。甄嬛的甄嘛。哦，那这叫老郑糕。晋糕啊。晋糕啊，好，正儿八经叫晋糕啊。正常的字叫晋糕，是那个橙子旁边一个碗字。哦。这个叫甄。这叫甄嬛传那个甄。甄嬛传的甄，知道吗？这全国人民都认识。哦，这个红枣香味太厉害了。哦。扑鼻而来。刚出摊这个师傅，你们西安人就平时早上也会吃这个啊？对，这就是西安的名特产。哦。这边夜市还挺热闹的啊，我看那些喝酒都喝到天亮了。每天夜市都到这个点了。就是，其实不是夜市了，喝成早酒了。是的，夜市跟早市连上了。哦，你看都是喝酒的人啊。这个在咱们这个西安啊，就是传说的是有3000多年历史。3000多年。啊，实际上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就是1500-1600年。哦。唐朝的时候，那个文字真正有记载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就在那个史书上是有的，史书上都有。你像比如咱们西安那个，看过去记载的，叫做为啥叫个水晶龙凤糕？为啥叫个水晶龙凤糕？这就是人家那个中宗皇上给起的名字，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就很明确记载的。那您干这个干多少年啊？呀，我这今年都干了28年了。28年。29年、28年了。老人50岁啊？50多了。老人原来是老人干着嘞，连老人算上就有40多年了，半个世纪了。啊，怎么吃呢？这个啊？怎么吃？一口一口吃。我们外地人不懂啊。没事。做起来还麻烦啊。做起来难者不会啊，会者不难。给我们聊聊大概有什么流程啊？这些东西啊，做起来就是，这实际上就是个一种啥食品，就是南方的米。哦，以米就是这个是米糕原料。南方的糯米。哦。北方的枣。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食品。南方的米，北方的枣融在一起蒸出来的，这是我们北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食品。而且在我们北方这个关中呀、西安呀，都老人呀、小孩呀，就是多年都是比较喜欢吃的，知道？现在卖的话也不贵，就是几块钱就可以吃饱。给我搞个5块钱的，5块钱是不是多了？5块钱都，像你们不喜欢吃的话，都有点多。尝一下就尝个3块的，我这有3块的分量。3块，给我们搞一份。1500多年前的美食啊。这都是。这算大唐美食了，哈哈。属于大唐美食，对。300斤多久能卖完啊？呀，有3个小时吧。那生意还是很好。最近不是迎14用了，有点我们西安人稍微有点忙。
要放原来的话，这个是3块。哦，我们一大早出来就是为了这个，叫劲糕，这个卖相啊，哈哈，我来尝尝啊，上面全是煮好的这个红枣，相当于红枣泥一样啊，红枣嘛，一样的味道，其实就有点像糯米饭上面加这个红枣泥啊，特别像红枣粽子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是吧？这个基本上相似。相似啊。哦，但是一个是煮的啊，一个是蒸的，是吧？比红枣粽子更糯一点。它比红枣粽子吃起来味道更悠长一点。啊。粽子是煮的，这哦个。是经液对对对对蒸成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口感更好啊，更软弱。哦，嗯。而且粽子煮也不用煮一夜呀。哦。两个小时就好了，这个要蒸一夜的。要蒸一夜啊？哎，对啊。那你们每天啊，像这个早上5点钟出来卖，那提前哪一点做？头天哪一个点搞这个？一般就到5个小时、6个小时。哦。炒3块钱的。那基本上12点钟就煮到这个时候了，蒸到这个时候啊。超过5个小时。越吃越好吃啊。越吃越好。越吃越好吃啊。你平时也经常来买？也平常在他这吃。哦。俺亲戚都在卖菜的，他们都在这吃。这个适合老年人吃，一个喜欢吃甜，一个口感好，糯糯的啊。对对对对。这个就是我们西安美食早餐的第一站啊，真的很不错，唐朝的美食。大子放哪里？枣油，哎，这也是枣油，看见没？哎，甜就是靠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不是说是表面上咱这一讲，有些东西咱这个东西讲的是内涵，它里边这个枣油，你看，它系起来，你看，它就黏黏的啊，你看这个啊。这个是软糯香甜，你就从这个米的色泽上就能体现出来啊。那就香啊。假如说一般的外地人吃这个东西，他都是能吃惯的。大唐美食，这个南方人尤其吃得惯哈。还可以，因为啥？这个大唐美食的话是影响是深远的，不是光影响咱们中国。外国人也对咱大唐美食也是，外国人也来买啊，也比较亲美的啊。前面有一个青年旅馆，那过去在没有疫情的时候，那些外国人多了，外国人多了去了，钱，哎呀，吃了还是赞不绝口的，还是可以。这个东西利润倒不大，这是该挣个辛苦钱，也就是礼拜钱，每个礼拜钱都能稍微多增加啊，这是个辛苦活嘛。这一个也是个基层次的一个工作，基层次的一个工作，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学习，你学习这个世界就更大，发财的机会更多。不建议年轻人搞劲糕。对，不要想着，不建议年轻人以前看见卖菜呀、卖什么呀挣了钱，这些工作贡献不大，养家糊口倒可以。我们在这个小车后面啊，发现了一个特别暖心的牌子啊，孤寡老人、残疾朋友免费吃劲糕。您这个牌子挂了多少年了？呀，这都挂了，就是我要挂的话都4、5年了。就一直这些残疾人来都免费啊？这些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还是帮助嘛。再一个做这些事情，就是没有这个牌子也要做，是吧？